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我最近在小范围内的一个直播的内容。在这部分内容里呢，我谈到了即将来临的全球第四次产业链转移的一些特点。那第四次全球产业链的转移呢，会与前三次会有显著的不同。那中国呢，在这次产业链转移中的命运呢，究竟如何？那第二部分呢，我在里面谈到了关于未来世界经济动荡或者时代变迁以后，我们该如何去寻找最有弹性的资产和企业。找到最顽强的、最有韧性的资产和企业，是未来投资制胜的关键。那第三部分呢，我分享了中国的这种大一统经济模式下的优势与劣势。那希望大家听完这部分分享片段以后呢，能够有所收获。那过几天以后呢，我会在 YouTube 会员体系中加入直播的功能。等具体的会员审批通过以后呢，我会通过视频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呢，请大家观看我今天的分享。聊一聊，就是说，假如萧条来了以后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未来世界，我们一起畅想一下这个未来世界。这个未来世界有几点是可以想到的就是有点，就是第四次产业链的大迁徙呢肯定会发生就会有第四次产业链大迁徙。当然这里面呢中国怎么把这个产业链守住，把世界工厂地位守住，这个很关键非常非常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这个很长时间的国运所以制造业我一直讲嘛，是立国之本，对吧？立国之本，这我特别希望中国能把制造业保持住，能把这个立国之本呢维持住但是第四次的这个产业链转移呢肯定是要发生的，只是转移的轻重、转移的程度、转移的形式会有变化会有一些不同。首先呢，有一些产业链肯定是守不住的有一些特别低成本的，这往孟加拉走的这个比如说纺织业这些对吧？往越南走，往印度走的，肯定会走掉一部分包括这个欧美，包括这个美日，它这个产业链这个撤离的这个动力很强嘛，包括鼓励企业去撤离，对吧？它就撤离，所以产业链呢会有一个第四次产业链的大迁徙但这个迁徙过程呢和前三次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一个什么不同呢就是因为自动化在兴起，对吧？这个人工智能在崛起，自动化在崛起我不知道大家前天看了新闻没有日本呢一家企业，它已经可以把就芯片的最末端的产业链叫封装测试封测如果大家了解过芯片肯定知道3个环节，对吧？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测。好，芯片设计我们不说了，芯片的设计这都掌握在核心企业手里也在核心国家手里比如说高通、博通，比如说华为的这个海思比如说这个苹果、三星，他们有自己的芯片设计部门，对吧？这个是转移不走的，这个是在核心企业里面的然后芯片制造这个水准也很高要求也很高，对吧？没几家企业玩得起，台积电、三星、英特尔，对吧？就这么几家，能玩得起的不多，对吧？然后那个芯片的封测，它其实是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的这个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转移是最明显的，它很多都跑到东南亚去了，对吧？这个跑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封测这个产业链里面，它也有典型企业的代表，对吧？华天科技这个长电科技这些企业，这些上市公司，对吧？也在 A 股上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这次日本公司它的这个研发是什么？它在2021年呢，它研发出一个，它说它有这个自动生产线它可以把这个封测的产业链迁回日本，而且它可以做到这个利润率比在发展中国家还要高。原因就是它可以实现高度的自动化，就是在后端芯片的后端的这个整合上，它可以实现完全的自动化，而且呢，因为运输成本的降低就是制造完了直接就封测嘛，运输成本的降低，它可以最后实现这个利润率可能比在中国还要高所以这个就是一些信号就是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和关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这个智能工厂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发展。有一些产业链它的这次的迁徙跟前三次不一样可能有些直接就回发达国家了，有些直接就回美国了，比如回德国了或者回日本了跟你这什么人口红利国家没关系了我不是上一期讲过，我说这个印度如果玩不好的话，人口红利就变成人口炸弹了嘛。就是印度它不一定有这种契机能够把承接这种第四次产业链有很多的原因，它不一定有这种历史机会。中国是很好的抓住的历史机会这里面因为有伟人的因素也有中国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抓住了这次第三次产业链转移的机会这个确实契机。你想，同样都是人口大国，为什么印度其他国家没有抓住，中国就抓住了那是有主观原因在里面的有原因，有很深刻的原因在里面的92年的这个当时的那个南巡有深刻的背景有人看到了，有伟人看到了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来临，有伟人看到了冷战的结束，有伟人看到了未来的世界所以说他做出了这个
很这个决定啊，包括后面朱镕基的入世谈判啊，都是助力中国抓住世界工厂的历史性机遇，抓住这种历史性的就是这种产业转移的契机啊，然后把这个世界工厂奠定在中国啊，所以这都是了不起的人，有远见的人。然后，所以说这是就将来第4次产业链转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对吧？它有一部分会转移啊，有一部分还有自动化的因素。然后呢，还有中国这边想要把这个制造业的立国之本啊维持住的这个动力，我们也是很强的，对吧？这个制造业不能随随便便就是流窜输给你别的国家。所以我那个节目我也不是讲过嘛，我说印度它有很强的动机跟你中国发生摩擦啊，这其实也有点像投名状嘛，对不对？就当时跟中国打越南有点像，对不对？啊，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产业链将来如果有转移的话，那希望印度非常希望欧美日韩啊把这个产业链能转移到他那边去啊，所以他也很有动力跟你搞摩擦，跟你搞冲突啊，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吧？我人多，疫情又严重，国内矛盾又剧烈啊，尤其是国内的年轻人多，荷尔蒙旺盛，对吧？都是平均年龄27、8岁，都是一些小伙子、小姑娘。这荷尔蒙旺盛，这个不向外发泄就向内发泄啊，所以他就有这个动力。好，这是产业链啊，就未来世界的产业链这块我们的一个畅想。然后未来世界呢啊，我们还要想一想这个资产弹性啊，企业弹性方面的畅想。就如果未来世界发生了大的危机啊，假如发生大的百年一遇的这种真的大危机，大萧条也好啊，大什么大动荡也好啊，世界大乱什么也好，我们要想一下哪些资产呢是比较有弹性的啊？什么样的东西有弹性？那其实呢，我们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啊，我们可循的啊。大家想想，日本呢，在这个90年代以后他通过这个失落的20年、30年啊，他整体来讲把这个债务扛下来了，对吧？但是大家发现没，它的资产不具有弹性啊，就是它后面在企业弹性和资产弹性上变弱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房地产再反弹，你发现哎，20、30年过去了，东京的房价就是弹不起来，对吧？它资产弹性不够，然后企业弹性好像也不够，对吧？没有再创造那种再牛逼的伟大企业创出来啊，反而是让美国给这个抢占了先机，比如互联网革命的巨头啊，微软啊，当时对吧，英特尔啊，在互联网革命在美国出现了啊，包括移动互联网的革命，后面全是在美国。日本虽然扛住了，但是它的企业弹性和资产弹性不够，发现没有？这是个巨大的问题。包括股市从4万多点啊跌到1万多点，跌下来跌了75%，后面它的这个弹性不够啊，十几年都是在这个低位徘徊啊，一反弹再来个危机，嘣又下去，一反弹嘣来个危机就下去。所以说大家就要感受一下这个资产弹性和企业弹性这一块。如果未来世界啊发生大的动荡、大的变化以后，什么样的资产、什么样的企业有巨大的弹性啊？这是我们对未来世界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的。你要能瞄准到有独到的眼光，能瞄准到啊，能瞄到这些有弹性的资产和企业，你就是未来将来才有可能成为赢家啊！今天的赢家不见得是未来的赢家，只有未来你能把握住有弹性的，在大的动荡和大的萧条以后啊，再迎来一些复苏的时候，有弹性的资产和企业，你能把握住这个，你才能成为未来真正的赢家。好，这是第4点啊，第4点的分享。我看看啊，好，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点吧，就是最后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铁锁连环。我上次不是在那个中小银行节目里面弄了个图嘛，就是这个银行之间的这个铁锁连环。这个铁锁连环，我跟你讲啊，这个铁锁连环，这个赤壁之战啊，铁锁连环啊，对吧？它这个整个把所有的船连起来，对吧？它是有功效的，有用的啊，它可以一战啊。大家，你像我小时候看过动画片啊，就是像这个变形金刚啊这些的，这个他们不是胳膊腿儿什么都是分开可以战斗的嘛，但是一遇到强大的对手，然后就啪组合了，啊，就组合在一起啊，铁锁连环组合在一起以后形成一个整体去战斗。啊，中国这种模式呢，恰恰适合这种啊，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它适合铁锁连环。它铁锁连环呢，它可以跟巨型怪兽啊可以一战啊，而且可以比拼很长的时间啊，真的是可以一战，而且它这个持续时间和稳定时间呢，比日本要长啊。日本那个泡沫呢，整体来讲啊，就是破灭的还是比较正常吧，或者说比较在于比较快吧，没有像中国你说啊，很多人说中国崩溃论都唱了他妈多少年了，10年20年有了吧？从谢国忠03年我就听他说过什么中国崩溃论、房地产崩溃论，那崩了20年也没崩啊，对不对？为什么能这么长时间？有人反思过这个吗？有人深刻思考过这个吗？
啊。那是因为中国的这种独特的模式啊，我们的这种铁锁连环的模式啊，我们的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种模式啊，就必然造就了它的这个泡沫也好啊，债务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繁荣的持续时间也好啊，绝对是比你一般国家要长得多的啊。普通的国家你都没法跟中国比，中国这个体量太大了啊，中国的这种模式太独特了。啊，这个过去100年以前没有任何国没有，因为他们都民主国家嘛，很多对不对？他们也没这种模式，他们人口体量没这么大，所以他玩的时间啊，就是这个消耗的时间啊，这个泡沫运作的时间，他也没有中国这么长。武汉出事了是吧？好，全国的来支援补上，这个北京现在有事儿对吧？补上，东北当时前一阵子有事儿是吧？好，全国的补上啊，这就叫啊集中力量，就铁锁连环嘛也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好啊。它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啊，就是这种模式呢，铁锁连环以后，它形成了巨大的战斗力啊，它可以与强大的对手可以一战啊，这是它的优势。这劣势呢，啊也有劣势，这劣势呢就是比较麻烦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劣势我就讲一点吧，劣势就是说如果啊有这个东西啊，就是窟窿太多了啊，这就比较麻烦。啊，如东救西救南救北救啊，这个东西窟窿太多了，这个就会造成巨大的打击啊，因为你救不过来了啊，你的这个国家力量有时候是有限的啊，如果你救不过来的时候，这个发生坍塌的时候，那大家知道这个赤壁之战发生了什么啊？大家也知道铁锁连环会造成什么啊？它就不是说是局部的受损了啊，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这就是中国的大一统模式所带来的优势和利弊。